10万到14万块。如果你想买一辆自主品牌的 SUV， 你有大把可以选，哈弗 H6、CS75 Plus、GS4、吉利博越、荣威 R-5 Plus 等等等等一大堆。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都是紧凑型的5座 SUV。但是吉利豪越在这个价位给了你这么大的一辆车啊，而且还有7个座位，而且7个座还都不小，那就奇怪了，大家都这么便宜，凭什么它这么大啊？它是不是在什么地方省钱了呢？那刚好今天我们收到吉利的邀请，来试驾新款的吉利豪越，那我们就来看看它是怎么做到又大又便宜的。吉利豪越虽然说是一款这么大的 SUV， 但是旧款的豪越你看起来能找到一点点 MPV 的影子。确实，因为它跟吉利嘉际一样，都是基于 CV 平台打造而成，而这个平台是一个 MPV 的平台。但是新款的豪越呢，它在外形上进行了一些变化，比如说前格栅换成了星越2同款的直瀑式格栅，看起来更加的大气。旧款的豪越最高只有18英寸的轮毂，但是新款豪越现在可以配备到19英寸，虽然说看起来依然不是很显大，但是侧面比例会协调很多。车尾造型呢也有一些变化，其中呢它把吉利的这个标放在了一个非常醒目的位置，体现出了一种品牌自信。豪越的后悬呢用的是一个扭力梁的悬挂，但这个无可厚非，因为这个车它的制造设计理念就是空间最大化，而扭力梁的特点就是省空间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备胎都被悬置在了车顶的一侧，跟排气管的消声器挤在一起，可以说是为了空间无所不用其极。那么这扭力梁后悬开起来到底怎么样呢？也就那样啊，在这种平路上还是不错的啊，舒适性还可以。但是一旦碰到了烂路，各种小震动啊、余震就多起来了，跟多连杆的悬挂呢还是有那么一些差距的。另外，这辆车开起来其实还是有一种比较明显的大车感，在快速变道还有过弯的时候，侧倾会大一些，然后呢指向也不是很精准。但是毕竟这么大这个价位，你如果想要在这辆车上找什么操控乐趣，那确实有点过分了啊。可以说豪越是用一些操控性来向大空间来妥协，你们觉得这样的取舍可不可以接受呢？反正我觉得吧，操控性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得到，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开快车，而大空间那就是大呀，大就是好。新豪越搭载的是 1.8T 发动机配 6AT 或者7档双离合，那这台发动机跟那款 1.4T 的发动机一样，其实是吉利上一代的产品。那你可能要问了，它为什么不用新一代的 1.5T 跟 2.0T 呢？那么首先用 2.0T 这个成本就压不下来，用 1.5T 的话，三缸你们又要骂。那这台 1.8T 发动机啊，技术非常的成熟，成本也非常的成熟啊，稳定可靠，用在这台车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那么这台 1.8T 发动机的动力够不够用呢？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，够的啊，184马力，300牛米。那么驱动这么一台虽然很大但不是很重的车身啊，只有 1.6 吨多，还是很轻松的。切换到运动模式的话，你起步甚至还能响胎。那另外这台7档双离合的变速箱呢，通过牺牲掉一些的换挡速度，也换来了比较平顺的驾驶感受。新豪越内饰的变化呢，主要在这么几个方面。第一，它的档杆样式化了，另外呢，换挡方式也变成了跟领克还有沃尔沃同款的拨两下。另外，它新增了座椅加热功能，而且这个功能是可以通过手机远程开启的。那另外呢，它还新增了一个蓝牙钥匙的功能。之前我以为啊，像豪越这么大的 SUV 卖这个价格，那内饰肯定会比较简陋，但发现其实并没有啊。你看这2块12.3英寸的仪表屏非常的细腻，然后呢 GKUI 大家也很熟悉了。这个驾驶模式的切换画面非常的酷炫，就是呢反应速度稍微慢了一点，跟我们的03有类比。那它的倒车影像还有全景影像的一个清晰度也非常的高，在同级别中应该说是数1数2的。但是呢，你只看上半部分的话都非常的好，但如果看到下半部分嘛，你会发现跟同价位更小一些的那些自主品牌 SUV 相比，硬塑料的比例会稍微高一些。但是呢，无伤大雅，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，毕竟大嘛。那它到底有多大呢？大就一定舒服吗？我们现在就来体验一下。那我们先从前排看起，它的副驾座位呢是有一个4项的电动调节，虽然说不能调节高低啊，但是咱们可以看到它头顶空间是非常可观的。那现在我们把它的前后位置调到一个对我来说身高1.8米，比较合适的位置。咱们来看看
后排的空间表现怎么样？坐进第二排，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大面积的全景天窗 1.06 平米，面积延伸到了我的头顶的位置，视野是非常的通透的。另外呢，它的第二排地板也是全平的。豪越的第二排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设计，就是它的3个座椅都是独立的，中间的座椅呢也可以前后调节或者放倒。那这样它的一个空间的灵活度就会非常的高，另外它中间乘客的乘坐舒适性也会更好。那像我身高1.8米，坐在这也觉得非常的舒服。但是呢，有舍有得，它在保证了提高了中间乘客的乘坐体验的同时呢，两侧的乘客所能享受到的宽度就要少一些。那么这样的设计显然会更适合家庭成员比较多、经常需要满载的情况。就比如说我们铁锈出去团建，我开车带着小南、小童、楚楚、木木4个人开开心心的，没有谁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亏待。你说刚珠还有小刘放第3排啦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我坐到后排，腿部还有10厘米的空间，头顶还有接近10厘米的空间，表现还是很不错的。但是呢，坐垫比较的短，而且靠背呢有点直。那你说这靠背它为什么就不能再往后调一调呢？还真不行，因为它靠背已经顶到轮毂了。所以说这辆车如果它的轴距能再长个5厘米就完美了。那坐进第3排，我把2排座椅往前挪了个5厘米，那这样保证2排依然有一个不错的空间。现在大家可以看到，如果我的腿放直的话，那是刚刚好顶到前排座椅，但如果稍微岔开一点，这个空间就出来了。这样我的头顶呢也有将近1拳的空间。那这样的第3排空间表现，我觉得完全可以跟汉兰达媲美，甚至比理想ONE都要好一点。大家看这第3排的座椅这宽度几乎可以跟2排座椅相媲美。只不过呢，它的填充物比较的硬不像2排那么软。另外呢，它的座椅高度、坐垫高度依然没有超出小板凳的范围。不过7座 SUV 有几个不是小板凳呢？不过豪越的这个第3排靠背据说是8档可调，我没仔细数不过是它如果放到最斜的话，确实倾斜角度还蛮大的，完全可以跟吉普大指挥官媲美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刚珠还有小刘坐在第3排，那体验肯定是非常的舒服毕竟他们没有1.8米。刚刚我们看到呢，新豪越有一个非常可观的3排的乘坐空间，但是它的行李箱空间相对来说就要更常规一些。我们做个对比吧，新的汉兰达，我的这个包是可以竖着放进去的，但是这辆车它不行进深差了大概有10厘米左右。那么这样它的后备箱在3排全部立起的情况下呢，可以竖着放那么4、5个双肩包或者2个登机箱这样。但是这个样子其实是3排的靠背比较直立的状况。如果你想让3排的乘客呢坐得舒服一点，你就得把它往后倾斜，那这样它的空间就更小了。这样的空间跟汉兰达这样的车型相比可能有一定的差距，但是考虑到它的尺寸还有它的售价，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接受的。而且就算你买一辆7座车，其实载满7个人的情况也是不多的。那如果你今天只坐5个人的话，那你就可以把第3排放到第3排座椅之后，你将获得一个非常平整而且巨大的装载空间。但你以为这就是豪越的全部实力了吗？如果你把第2排座椅也放倒，你将获得一辆容积2360升的小货车。如果你想出去露营的话，那这个时候它就是一张长1.8米、宽1.5米到1.2米的星空大床房。哎呀，14万以下能这么玩的 SUV 也没几辆了吧？不得不说，大就是好。从前自主品牌在造车的时候只管宣传自己的车有多大，价格有多便宜，堆了多少的配置，而不管这车到底好不好开，油耗低不低，质量行不行，配置到底有没有用。那是一个野蛮发展的阶段，虽然说收获了销量，但是呢，长此以往其实是对口碑有损害的，因为这样只会给大家留下自主品牌就是廉价、劣质、便宜没好货的印象。但如今时代变了，自主品牌在发展，消费者的眼光跟需求也在提升，过去的那套行不通了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，新款吉利豪越虽然说受限于成本有一些妥协的地方，但是呢，至少在外形内饰的质感、车内空间的表现以及配置的便利性方面有着很高的水准。
不仅你自己会用得舒服，在亲戚朋友的面前也不会丢了面子。如果你预算有限又想要一辆足够大的 SUV 的话，那么吉利豪越绝对是你绕不开的一个选择。好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